爆破失踪20年的行踪终于被揭露，奇遇的实力引来各路大佬的关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灵。本期我们接着来讲《异军超人重置版》第218话。上回说到，奇遇带着2龙级星虫来到了新家英雄协会的本部公寓，在遭到公寓守卫系统的阻拦后，奇遇随手就给价值好几亿的机器人拍成了烂泥，最后还得靠 King 的出面，才让事态以机器人失灵为由就此结果。英雄协会总部，工作人员正在吐槽着关于不久前机器人失灵爆炸一事，纷纷指责金属骑士也太不靠谱了。明明协会砸了好几千亿委托他设计的，结果竟然出现了失灵爆炸这种低级情况。亏他还夸起海口说，不管怎样的怪人都能击退。反正当天的监控录像已经交给了他，也不知道最后会给出怎样的说辞。而此刻，金属骑士波佛伊博士一边正在研究着那天的监控录像，他研发的机器人共有10级，竟然全都被一拳打烂了。要知道，他等级10的机器人可是曾有过战胜2级鬼击怪人的傲人战绩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并且罪魁祸首竟然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 A 级英雄秃头披风，难道还是个新人不成？果然，一查资料才得知，这秃子是65天前才当上 C 级英雄，43天前便升到了 B 级，并且就在2天前竟然已经是 A 级了，这升级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他果断黑进了英雄协会的资料库，查看了更详细的资料。这秃子的主要战绩有：在 Z 市镇压忍者索尼克，协助破坏 Z 市巨大陨石，在街市协助击退深海王，最后是参与了 Z 市和怪人恶狼的战斗。这战绩怎么看都只是很平常的进行英雄活动而已。不过令他在意的是，备注栏里标注着体能测试新纪录保持者。看来英雄协会对此人也没有太多调查，但以他来看，单凭这录像就能推测出这秃子的战斗力至少是 S 级的存在，甚至要在那之上。如果有一天会成为他的敌人就麻烦了，暂时就继续关注着。在2天前，饿狼一战结束后，英雄协会立马就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作为负责人的西奇让大家讨论讨论，在饿狼一战中都获得了什么新情报，很有可能与那个地球要完蛋的大预言有关系。前来参加会议的就只有僵尸男、闪鬼的 Flash、杰诺斯以及甜心假面。几人还没有开口，西奇便提醒道，今日的会议内容需要严格保密，直到他们得出官方结论再考虑公布一事。这一点让僵尸男有些难以理解，都这种时候了还想着保密呢。闪光的 Flash 也附和道，现在情况不容乐观，到处都有人毫无征兆的变成怪人，即便是英雄也一样。西奇回应道，正因如此，现如今才需要搞清状况，拟定相应的对策后再公之于众。一旁的赛金加尔附和道，就算现如今公布了，也只会让英雄和市民们疑心疑鬼，担心神秘人哪天突然就变成了怪人，这反倒会引起恐慌。几人的谈话突然被甜心假面打断，他一直在忙于拍摄演出，莫名其妙的被叫过来，根本不知道几人在说些什么。照这样说下去没完没了了，让他们按照顺序简要说明就行了。这态度让 Flash 和僵尸男有些不爽，不过杰诺斯倒是无所谓，那就由他先开始。关于奇遇老师的表现说明，他只需要3个小时就行。僵尸男吐槽道，是不是搞错主题了？西奇干脆直接跳过了杰诺斯，询问僵尸男，在和怪人干部流浪地的交手中，是不是得知了某种特殊怪人化的途径？僵尸男点了点头，回应道，流浪地自称是从名为神明的家伙手里获得了神通力。神明一出口，让众人都有了不同的反应。僵尸男接着说道，他本想从流浪地口中得知更多情报时，那家伙突然就化成了灰烬，到最后嘴里都在喃喃着神明。从实际上来看，像是被灭口的。说到这儿，一旁的 Flash 问道，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像心灵感应一样的搭话？僵尸男表示并没有。Flash 便接过话来，接着说道，他和秃头披风还有大眼子在怪人的地下基地遭遇了奇怪的东西。西奇显然抓住了关键点，大眼子是什么？ Flash 让他不要在意，接着说道，那个东西直接在他们脑海里说话，说是能赋予他们力量，若不值得被赋予，他便会收回力量。说到这一点，僵尸男似乎有些明白了。流浪地临死前的反应也像是听到了某种声音。 Flash 表示，如果流浪地的死是因为被神明没收了，那他们俩碰到的应该是同一个神明。关于神明，甜心假面却不这么认为，他插嘴道，神明是什么玩意儿？难道不是怪人协会老大干的吗？大军眼的背后不就是个超能力者吗？ Flash 反驳道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只给流浪地一个人也不太正常，并且那天他们还碰上了爆破，但那只是怪人协会的话，也不至于让爆破因你行踪去追查的程度吧。突然就说起了爆破， Flash 向奇奇问道，他是不是知道有关爆破行动一事？此话一出，就连赛金加尔都大感意外。西奇犹豫了片刻，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也就不再隐瞒，告诉了他们关于爆破的这个重磅消息。其实爆破这20年来一直都跟神明在不断战斗着，他带着搭档还有姐妹协助着，搜寻着那能把人变成怪人的立方体，正是 Flash 此前看到过的黑盒子。西奇接着说道，传说那立方体能和神明进行交流，爆破各处收集这些东西，和协助者一块进行解析。终于在2年后，爆破在和蜈蚣长老的交手中接受到了来自神秘的联系，
并且他拒绝了和神明的交易，和其展开战斗。赛金加尔听的是一头雾水，这些消息就连他都是头一次听到。西奇接着说道：“那东西就算汇聚当时协会所有战力，也难以与之抗衡，连协会探测器都无法捕捉到其存在。根据爆破所说，只有让其他英雄甚至协会职员都不知道神明的存在，才能降低被其盯上的风险。因此，为了保护大家，爆破才以失踪为由秘密进行调查。”说到这儿，西奇也很是无奈，因为就算把此事如实上报，也只会被上头当作是爆破让蜈蚣长老跑掉，为了逃避责任的借口罢了。知道了此事的几人，多少对这 S 级第一位的存在也有了改观。为了保护他们，爆破竟然孤军奋战了这么多年。不过，关于这件事，杰诺斯替他们感到可惜。要是早点告诉他们的话，秃头逼疯，也就是奇遇老师，随手便能解决掉。西奇表示，爆破之所以能和神明对抗，是因为他能操控时空的能力，换成其他英雄根本没办法对付。说到这儿，杰诺斯拿出了那块损坏的核心，自信满满的表示，那可不一定。这一点他没有写在报告书上，所以接下来就由他来谈谈怎么解决神明的问题吧。在众人一脸震惊的表情下，杰诺斯开始了他的深情讲述，把奇遇和饿狼一战中发生的时空错乱的种种事情都进行了详细说明，大概花了有4个小时。中途天蝎假面以行程为由退出了会议，Flash 甚至开始打起呼噜来，被杰诺斯严厉批评，明明是个忍者，对情报的敏感度这么低吗？Flash 吐槽起，比起情报的数量，他更在乎质量。杰诺斯更火大了，哪儿还有比奇遇老师更高价值的情报呢？但别说是英雄们，就连赛金加尔都不敢相信，有人能飞到木星，轰了一拳后又飞回来，最终通过逆转时空改变了历史。弗兰什也表示，本以为 King 把月球当沙袋已经是极限了，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。现场就只有西奇还能镇定地回应杰诺斯，不管如何，打倒饿狼的是不是秃头披风，还需要向他确认一下。结果却听杰诺斯表示，奇遇老师打完后就失去了战斗的记忆。弗莱什不爽道，这么想抬举师傅的话，最好想点靠谱点的谎言。杰诺斯两眼一黑，差点就要当场动手了。僵尸男提了个好意见，直接去问饿狼不就行了吗？银色獠牙不是带他进行了审讯吗？但赛金加尔表示，饿狼也因为最后一击失去了战斗记忆。就连僵尸男也忍不住了，这么重要的事居然全都给忘了。既然无法证实杰诺斯所言，那还是得将重点放在神明身上。如今神明对这个次元的影响正在急剧增加。据爆破所言，是因为这个次元可能存在着将神明吸引过来的某种因素，这些都在调查中。不管怎样，近期爆破便会回来，准备应对神明的对策。在此之前，他们要做的便是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敌。话音刚落，脸色不悦的杰诺斯便站起了身，表示团结的前提，他希望协会的体制能得到改善。至于对策，爆破那边有消息的话，就通知秃头披风，这样就足够了。说着便离开了会议厅。这时 Flash 也起身准备离开，根本就没把神明当回事，让西奇转告爆破，等解决了神明一事后，记得要来和他一决胜负，一定会让爆破后悔，瞒着他们独自行动。最后就只剩下僵尸男，也是皱着眉头很无奈，要将这些家伙团结一致，比那神明一事恐怕还要难。不过想到基诺斯这么极力推崇他的师傅，他也想起了基诺斯博士告诉他的，那个家伙以失去了头发为代价解除了限制器。对此他也想看看解除限制器之人究竟会有多强。走在回去路上 ，Flash 也算搞明白了，原来奇遇不是魔鬼改造人身边的小跟班。再结合之前在地下基地发生的种种事情来看，果然那个秃子是可稍微打磨就能绽放光彩的宝石呢。在赶去拍摄路上的甜心假面，此刻也正拿着奇遇的信息。既然能让魔鬼改造人这么推崇，实力想必也不弱。既然如此，他心中理想的英雄一事也要尽快提上日程了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《异形重置版》第218话的全部内容了。这一话看似内容不多，但信息量巨大。在饿狼篇里，周周描述过的神明以及爆破的秘密都搬到了台面上。从西奇的话里也知道了，爆破将在不久后回来，和英雄们一块对付神明。模糊中似乎告诉了大家，继饿狼大战后，又一场惊世大战将在不久后打响，并且敌人还是次元之外的神明。另外还提到了爆破有个搭档，看着发型和身材和爆破极为相似，难道说是其他次元的爆破吗？不过相比起这些可能是好几年之后才会解决的事情，我更关心的是奇遇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曝光。接下来奇遇的新家生活恐怕有得玩了。好了，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这里有最新的异形科技消息，主页也有异形原作版的解说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